有人说压力是一个人难以承受的重担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压力其实是让我们成长的最好催化剂？就像健身时的重量，如果没有适当的重量，肌肉怎么会生长？生活中的压力也是如此。记得有一次我遇到一位企业家，他告诉我他创业初期压力大得几乎喘不过气来，但正是这些压力让他学会了如何管理公司，如何处理各种危机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那些压力都变成了宝贵的经验。所以当你面对压力的时候，不妨换个角度想，这不是折磨，而是成长的机会。2. 很多人都经历过心痛，可能是感情上的失意，也可能是事业上的挫折。但你发现没有，往往是这些痛苦的经历让我们看清了很多事情的本质。就像有一位音乐家说的，如果不是经历了那次失败的演出，他永远不会明白什么才是真正打动人心的音乐。人生就是这样，那些让我们心痛的经历，往往会成为照亮前方的明灯。我认识一位摄影师，他年轻时因为一次失败的摄影展备受打击，但正是这次打击让他重新思考了摄影的本质。现在他的作品在国际上广受好评。所以当你遇到挫折时，请记住，这可能是转机的开始。3.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保持头脑清醒比什么都重要。很多人觉得自己必须时刻与外界保持联系，但其实独处的时光才最珍贵。就像一位成功的作家告诉我，他最有创造力的时候都是在独自一人的清晨。而在与人交往时，我们更要学会慎言。有个企业高管就因为在酒桌上说错了话，导致一个重要项目泡汤。所以记住，沉默是一种智慧，适时的安静胜过华丽的言辞。现代社会充斥着各种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工具，好像不说话就会被世界遗忘，但真正的智者往往是那些懂得什么时候该说，什么时候该听的人。4. 人和人的差距往往就在于细节。我遇到一位5星级酒店的大堂经理，客人每次出入酒店，他不只会礼貌地问候，还会记住客人的名字和喜好。有个客人提到自己喜欢喝温水，第2天经过大堂时，他就默默递上一杯刚好室温的水。就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，让他从普通服务员一步步升到管理层。人生也是如此，那些注重细节的人，往往能在平凡中创造不平凡。5. 理财不是可有可无的技能，而是现代人必备的生存本领。有个年轻人工资不高，但他每个月都会固定存下收入的 30%。 朋友们嘲笑他太抠门，但3年后，当大家还在为房租发愁时，他已经付了首付买了房。这不是运气，而是长期坚持的结果。记住，你的钱包厚度往往决定了你的选择自由度。6. 不要害怕改变。很多人安于现状，就是因为害怕改变带来的不确定性。认识一位退伍军人，转业后本可以找个稳定的公职，但他选择了自学编程。头3个月，连 Hello World 都要查资料才能写出来。但1年后，他已经成为一名初级程序员，2年后升为项目经理。如果当初他不敢迈出那一步，现在可能还在纠结要不要转行。7. 别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社交上。现代人的社交圈看似很大，但真正能帮到你的人很少。有个销售经理每天被各种饭局、酒局缠身，但最后发现真正能促成生意的都是那几个靠谱的老客户。与其把时间分散给所有人，不如花在真正重要的人身上。记住，你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，要学会取舍。8. 保持好奇心，这是让生活保持新鲜感的秘诀。认识一位70多岁的老教授，退休后开始学习智能手机摄影，现在的作品经常在网上走红。他说，好奇心就像一把钥匙，能打开新世界的大门。不要让年龄成为你探索新事物的借口。9. 学会独处，但不要变得孤僻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独处反而成了奢侈品。有个创业者每周都会给自己安排1天的断网日，关掉所有社交软件，独自思考或者读书。他说，这些安静的时光
往往能激发出最好的创意，但同时也要保持适度的社交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。10、培养一个终身的爱好，这可能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派上用场。认识一位会计师，工作之余酷爱烹饪，后来公司裁员，他却因为这个爱好开了家私房菜馆，不仅没有因为失业而慌乱，反而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。爱好就像是人生的备胎，关键时刻可能会救你一命。11、学会说不。很多人之所以活得累，就是因为不懂得拒绝。有个年轻的设计师，刚开始接单时对每个客户都来者不拒，结果经常熬夜赶工，作品质量直线下降。后来他学会了有选择的接单，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，不仅收入提高了，生活质量也上去了。记住，说不不是不专业，而是对自己负责。12、永远不要低估学习的力量。看似毫不相干的知识，可能在未来某一天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。有个程序员因为业余爱好中医，创造了一个结合传统医学和人工智能的健康咨询平台。正是这种跨界的知识积累，让他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。所以，不要给自己的学习设限，保持开放的心态。13、对于重要的决定，不要在情绪化的时候做出。有个投资人告诉我，他最后悔的几笔投资都是在气头上决定的。冷静下来后发现，如果当时多等几天，结果可能完全不同。决策就像开车，太过激动容易翻车。学会等待情绪平复，这样才能做出理性的判断。14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这是一切的基础。认识一位创业者，为了工作经常熬夜，结果30多岁就得了严重的胃病。他说，如果可以重来，一定会好好锻炼身体，规律作息。因为没有了健康，再大的成功也会失去意义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健康就像是一个定期储蓄账户，你现在投入的每一分，未来都会有回报。15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。情绪就像天气，不可能总是晴天，但可以学会在雨天撑伞。有个销售经理每次遇到客户拒绝，都会给自己10分钟的情绪释放时间，之后就调整心态重新出发。正是这种情绪管理能力，让他成为公司的销售冠军。记住，情绪不会带来解决方案，控制好情绪才能看清前进的方向。16、珍惜值得投资的人际关系。曾经有个餐厅老板，他花了3年时间，每天早上给一个著名美食评论家送一杯现磨咖啡，不是为了立刻得到什么，只是觉得对方是个值得深交的人。3年后，这位评论家主动为他的餐厅写了一篇深度评测，一下子让生意红火起来。人际关系就像种树，需要时间和耐心的浇灌。17、永远保持谦虚，但不要自卑。见过一位资深工程师，虽然已经是行业专家，但对每个新人的问题都认真对待。他说，技术发展太快，我们都是学生。正是这种开放的心态，让他不断进步。但谦虚不等于自卑，要相信自己的判断，保持独立思考。18、不要用老眼光看待新机会。那些错过风口的人，往往是因为思维定势太深。有个传统零售商，在电商刚兴起时，认为网上购物只是昙花一现，结果现在不得不花大价钱转型。世界在变，我们的思维也要跟着变，才不会被时代抛弃。19、学会享受过程，而不是只盯着结果。认识一位面点师，他每天变着花样研究新品，就是享受这个创作过程。顾客问他为什么这么用心，他说，与其焦虑能不能成功，不如享受每一天的进步。最后他的店成了网红打卡地，但他说最开心的还是做面点的过程。20、
对自己的承诺要比对别人的承诺更重要。有个作家每天坚持写2000字，不管多累多忙。朋友问他为什么这么严格要求自己，他说因为这是对自己的承诺。10年如一日，现在他已经出版了10几本书。自律不是束缚，而是对自己负责。21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一位投资人告诉我，他见过太多人把全部积蓄投入一个项目，结果赔得精光。投资如此，人生也是这样，要学会分散风险，给自己留条后路。这不是不自信，而是理性的选择。22学会在合适的时候放手。有个企业家经营了20年的公司，在发现孩子对接班没兴趣后，毅然决定把公司卖了。他说，与其固守不放，不如找个好的时机全身而退。放手不是认输，而是为了下一个更好的开始。23保持对生活的热情。认识一位退休教师，60岁才开始学跳舞，现在成了社区舞蹈队的领队。他说，人生不会因为年龄增长就停止精彩，只要保持热情，每一天都可能有新发现。24不要被别人的评价困住。有个年轻设计师，最初的作品常常被客户批评太另类，但他坚持自己的风格，现在反而因为独特性备受追捧。别人的评价只是参考，走自己的路才最重要。25学会感恩，但不要期待回报。有个咖啡店老板总是免费给附近清洁工提供咖啡，不是为了宣传，只是觉得他们很辛苦。后来下雨天，这些清洁工都会主动帮他的店铺清理积水。好的出发点总会带来好的回报，但前提是不刻意追求回报。26为自己创造机会，而不是等待机会。有个摄影师刚起步时没人找他拍摄，他就主动去街头为路人免费拍照。1年下来，积累了大量作品和人脉，现在成了婚礼摄影界的知名摄影师。机会很少会自己送上门，要学会主动出击。27不要因为环境不好就放弃努力。认识一位农村出来的程序员，在工地办了2年专才攒够学费去培训，晚上住在网吧，用别人上网的空档学习编程。现在他不仅自己成功了，还在家乡建了个免费的编程培训班。环境可以限制你的起点，但不能决定你的终点。28每天给自己一点独处的时间。有个企业高管每天清晨5点起床，花1小时独自喝茶思考。他说，这1小时往往能解决一整天的问题。在喧嚣的世界里，学会和自己相处更显珍贵。29不要用金钱衡量一切。见过一位老医生，他的诊所设在偏远山区，明明在大城市能赚更多钱，但他说看到病人康复的笑容比什么都值钱。人生有时候需要超越金钱的标准，去追求更有意义的事。30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有个修手机的师傅，不识字却能修好各种疑难杂症。他说，秘诀就是把每个问题都拆解成小步骤，一步步去解决。这种思维方式在生活中同样适用。31不要被过去的失败困住。认识一位创业者，第一次创业赔光了所有积蓄，但他从失败中总结经验，第2次创业就成功了。他说，失败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一直被失败的阴影笼罩。32珍惜身边的贵人。有个年轻人刚入行时，一位前辈主动指导他，手把手教他各种技巧。现在他也成了行业专家，但始终记得当初前辈的提携之恩。在职场中，遇到愿意教你的人不容易，要懂得珍惜。33不要过分追求完美。见过一位设计师，为了追求完美，一个项目改了无数遍，结果错过了最佳上市时机。完美主义有时候反而会成为前进的绊脚石。做到够好就可以，不要过分苛求。34建立自己的专业领域。有个健身教练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设计课程，虽然客户群小，但因为专业性强，反而收入比通用教练要高。找到自己的专长，深耕下去，
比什么都懂一点要有价值得多。35. 学会整理和放下。认识一位企业管理顾问，每个季度都会给自己做一次断舍离，不管是物品还是人际关系，及时清理不必要的，让生活更加轻松。人生就像一个背包，不断放下才能继续前进。36. 不要把工作当作全部。见过太多人拼命工作却忽视了家庭，等到回过头来想弥补时，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。一位高管临退休时说，最后悔的就是没能看着孩子长大。记住，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不是全部。37. 保持终身学习的态度。有个6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，通过手机学习英语，就为了能和外国乘客聊天。他说，学习让他的生活更有趣，也让他觉得自己还年轻。活到老学到老，这不是句空话。38. 控制好自己的脾气。一位老板说，年轻时脾气不好，赶走了很多优秀的员工，后来学会控制情绪，公司的氛围和效率都提高了。脾气就像把火，控制得好能温暖人，控制不好就会伤人害己。39. 对朋友慷慨，但也要有底线。有个朋友总是借钱给身边的人，结果不仅钱收不回来，还搞砸了好几段友情。金钱往来要把握分寸，过度慷慨反而会破坏关系。40. 不要轻易给别人承诺。见过一个销售，为了签单随便答应客户的要求，结果做不到，最后信誉扫地。一诺千金，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想清楚能不能做到。41. 保持生活的仪式感。有个上班族每周5都会给自己买一束花，布置房间，营造周末的氛围。看似简单的事情，却能给平淡的生活注入活力。生活中的小仪式能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不普通。42. 不要总盯着别人的生活。有个年轻人整天刷社交媒体，看到别人晒美食旅游就焦虑。后来他关掉了社交软件的推送，专注做自己的事，反而活得更快乐。别人的生活再精彩，都不如过好自己的人生。43. 学会表达感激。一位餐厅经理每天下班前都会感谢员工的付出，久而久之，餐厅的员工流失率大大降低。感恩不是示弱，而是一种智慧，它能让周围的人更愿意帮助你。44. 不要用过去衡量现在。认识一位老师傅，开始做短视频时被徒弟笑话，说他年纪大了不懂这些，但他坚持学习，现在的粉丝数超过了很多年轻人。时代在变，我们也要与时俱进。45. 给自己定下可行的目标。有个减肥的朋友，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了个2个月瘦20斤的目标，结果压力太大放弃了。后来改成每周瘦1斤，反而坚持下来了。目标要够高才有动力，但也要够实际才能坚持。46. 学会主动沟通。有个员工工作能力很强，但就是不懂得表达，每次述职都吞吞吐吐。后来参加了演讲培训，慢慢学会了展示自己，职业发展顿时明朗起来。好的沟通能力可以让能力被更多人看见。47. 不要因为面子吃亏。认识一个商人，明明知道对方的生意有问题，但碍于面子还是投了钱，结果亏得很惨。面子是别人给的，不是靠钱买来的。关键时刻要顾实际，不要顾面子。48. 要有自己的判断力。有个投资者在朋友的怂恿下买了很多比特币，结果踩在了最高点。他说，最后悔的不是亏钱，而是没有自己独立思考就盲目跟风。群众的意见可以参考，但决定权在自己手上。49. 珍惜身边的人。有位老人年轻时忙于事业，很少陪伴父母，等到想好好尽孝的时候，父母已经不在了。他说，这种遗憾比任何商业上的失败都痛苦，所以趁着身边人还在，多陪陪他们。50. 不要被压力打倒。见过一个单亲妈妈，一边带孩子一边创业，每天都像打仗一样，但她说，正是因为有了压力，才逼着自己变得更强大。压力与其说是负担，不如说是成长的动力。51.
学会设定界限。有个自由职业者刚开始接单时，客户半夜都能打电话来改方案，后来他明确规定了工作时间，反而得到了客户的尊重。界限不是墙，而是让人际关系更健康的规则。52. 保持好奇心。认识一位退休教授，每天都会学习新东西，从烘焙到园艺，从摄影到编程，永远充满热情。他说，好奇心就像一把钥匙，能打开很多未知的门。53. 不要被年龄限制。有个50岁的阿姨，在孩子们都长大后开始学习美妆，现在成了网红博主。她说，人生不设限，只要敢想敢做，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。54. 学会独立思考。见过一个年轻人在创业时被各种成功学迷惑，最后亏了不少钱。他说，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要盲目相信别人的独家秘诀，多思考，多验证，这才是成功的正道。55. 保持内心的平静。有个交易员说，最赚钱的时候不是市场最好的时候，而是自己心态最平稳的时候。情绪稳定才能做出理性的判断，这一点在生活中同样适用。56. 不要被一时的成功冲昏头脑。有个网红主播第一次直播带货成功，就立刻买了豪车，结果后来流量下降，车子还没开热乎就不得不卖掉。成功就像喝酒，适量让人愉快，过量让人迷失。57. 培养一个可以终身受用的技能。认识一位木匠，从15岁开始学习木工，现在70多岁了，还能靠这门手艺赚钱。他说，真本事不怕市场变化，好技术永远有人需要。58. 学会对自己说不。有个健身教练告诉我，很多人减肥失败不是因为意志不够，而是不懂得拒绝自己的欲望。自律不是压抑，而是为了更好的自己。59. 保持财务上的警惕。一位理财顾问说过，他见过太多高收入的人最后陷入债务危机，就是因为把钱看得太轻松。不管收入多少，要养成记账的习惯，让钱为你工作。60. 珍惜犯错的机会。有个年轻的程序员，每次代码出错都会仔细分析原因，记录在笔记本上。现在这本错误日志成了他最宝贵的财富。错误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重复犯同样的错误。61. 不要把希望都寄托在运气上。见过一个创业者，整天研究风水、算命，结果错过了很多实际的机会。与其等待好运，不如提升实力，实力才是最好的运气。62. 学会放下执念。认识一位画家，年轻时执着于某个画风，后来因为市场变化不得不改变。他说，放下固有观念，反而让艺术创作有了新的突破。有时候放手也是一种智慧。63. 保持专注力。有个作家每天早上5点起床写作，因为那是干扰最少的时间。他说，现代社会最稀缺的就是专注力，能够专注的人就等于占据了先机。64. 不要被舒适区困住。认识一位银行高管，本可以一直做到退休，但他选择辞职创业。虽然创业过程很艰苦，但他说走出舒适区才知道自己有多大潜力。65. 学会处理压力。有个医生告诉我，他见过太多人把压力积压在心里，最后身体垮掉。要学会及时释放压力，运动、聊天、旅行都是好方法。66. 珍惜时间胜过珍惜金钱。一位企业家说，钱赔了可以再赚，时间过去就永远不会回来，所以他对时间的管理比对金钱的管理还要严格。67. 不要轻易许诺。有个销售为了完成业绩，对客户承诺了很多做不到的事情，结果不仅丢了工作，还赔上了信誉。诚信就像玻璃，碎了就难以复原。68. 学会换位思考。一位谈判专家说，他最厉害的本事不是说服别人，而是理解对方的需求。只有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，才能达成真正的共赢。69. 保持心态年轻。见过一位80多岁的老人，每天都学习新东西，用智能手机比年轻人还溜。
他说，心态决定状态，觉得自己年轻就能一直年轻下去。70，不要总想着证明自己。有个年轻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，把所有项目都揽在身上，结果累垮了身体。真正的强者不需要证明什么，做好自己就够了。71，留意生活中的小确幸。有位咖啡师每天都会为自己冲一杯最用心的咖啡，享受着独处的10分钟。他说，生活中最珍贵的往往是这些看似平凡的时刻。快乐不在于大富大贵，而在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。72，不要被表象迷惑。认识一对夫妻，开的是普通小店，看起来不起眼，但认真经营20年，已经在城里买了好几套房。他们说，真正的财富都是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默默积累的。73，学会独立决策。有个投资者说，他最大的成功就是不跟风。在别人抢购比特币时，他选择了观望；在别人恐慌性抛售时，他反而开始买入。独立思考的能力往往能帮你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选择。74，保持耐心。见过一位面点师，为了做好一道点心，连续试验了3个月。很多人觉得他太死板，但正是这种耐心，让他的店成为了米其林推荐餐厅。成功没有捷径，耐心是最好的老师。75，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。有个年轻人读了医学院，当了几年医生后，毅然转行做了厨师。父母很不理解，但他说，与其勉强做一个平庸的医生，不如做一个快乐的厨师。人生是自己的，要对自己负责。76，学会自我激励。认识一位长跑爱好者，每次跑步都会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。他说，比起和别人比，更重要的是超越昨天的自己。进步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激励。77，保持谨慎，但不要过分害怕。有位创业者说，创业就像过河，既不能莽撞跳进去，也不能永远站在岸边观望。要走就大胆走，但每一步都要走稳。78，不要执着于过去的得失。见过一个股民，总是纠结于如果当初。他说，这种心态害得他错过了更多机会。人生不能重来，把握现在才是正道。79，学会倾听。一位婚姻咨询师说，很多感情问题的根源就是不会倾听对方。倾听不是等待说话的机会，而是真正理解对方的心意。80，保持开放的心态。有个老板原本反对在线销售，认为实体店才靠谱。疫情期间被迫尝试直播带货，结果开辟了新的市场。固守成规有时候会错过新的机遇。81，不要过分在意面子。认识一位大学教授，为了研究项目不耻下问，经常向年轻人请教新技术。他说，面子是挣出来的，不是端出来的。82，学会适度放松。有个高管每周都会给自己1天的断网时间，什么事都不做，就是放空自己。他说，这样反而让工作效率更高。生活需要节奏感，紧绷过后要学会放松。83，保持危机意识。一位企业家在最好的时候开始转型，很多人不理解。几年后，传统行业下滑，只有他的公司安然度过。他说，船大掉头难，要在风平浪静时就想到暴风雨的可能。84，不要过分追求完美。见过一位设计师，为了追求完美，经常修改到深夜。后来他明白，完美是永远追求不到的，做到心安理得就够了。85，学会向前看。有个运动员因伤退役，一度很消沉。后来他开了家体育培训机构，把经验传授给更多人。他说，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重要的是把经验转化为前进的动力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